先给大家看一个演示 ，Recall 功能终于上线了。不过这是下期视频要讲的内容，会教大家如何激活 Recall。今天要演示的是 Windows 11 Canary 最新版都有哪些功能，以及如何激活 Google Chrome 的链接预览。打开 Windows 11开始菜单，打开设置。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 Windows 更新，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。在加入 Windows Insider 之前，这一步一定要操作，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。确定没有多余的 Windows 更新之后，点击 Windows 预览体验计划选项，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，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边的滑块开关，点击后退按钮。点击即刻体验按钮，点击链接账号，选择 Microsoft 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。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。点击仅限 Microsoft 应用。选择 Canary 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。如果点击继续按钮没反应，可以在任务栏上的设置窗口点击鼠标右键，选择关闭窗口，或者直接按键盘上 Alt 加 F4 关闭当前窗口。重新打开设置并导航到该选项。再次选择 Canary 渠道。点击立即重启，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。打开 Windows 11开始菜单，打开设置。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 Windows 更新，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块开关，点击检查更新按钮。这里已经显示最新的可用更新，等待更新完成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更新已经安装完成，点击立即重新启动，又是一次漫长的等待，这里就直接略过了。现在 Windows 11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，但是由于是跨版本更新，更新包会比较大，如果不清理，磁盘会被占用大量空间。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，点击左侧的此电脑，在本地磁盘 C 点击鼠标右键，选择属性，点击详细信息按钮，点击临时文件按钮，等待刷新完成。选中以前的 Windows 安装文件选框，如果不清除该选项， C 盘就会被占用10多 GB 的空间。如果后续需要还原到以前的系统版本，请不要执行该操作。
点击删除文件按钮，选择继续。稍加等待即可完成删除垃圾文件。在开始讲解如何实现新版 Windows 11新功能之前，先给大家演示一个 Google Chrome 的新功能。我觉得这个新能非常实用。新功能称之为链接预览，默认这个功能是隐藏的。首先将这个功能激活，打开 Google Chrome， 在地址栏中输入视频中的代码，按下回车键，搜索 Link Preview。 因为我刚才已经更改过设置，如果进到这个界面看不到该设置，在这个搜索框中直接输入 Link Preview。 默认选项应该是 Default。 下面还有很多个选项，这些选项的意思分别是 Enabled、Enabled Alt 加 Click， 意思是将鼠标移动到页面的链接上，按住 Alt 键不放手，然后使用鼠标点击链接开始预览链接内容。 Enabled Alt 加 Hover， 按住 Alt 键不放手，将鼠标悬念在链接上，开始预览链接内容。 Enabled Long Press， 按住鼠标不放手，开始预览链接内容。还是就是 Disabled， 关闭该选项。以 Enabled Alt 加 Click 为例，设置更改完成之后需要重新启动浏览器。打开一个网页，比如这个网页，找到一个链接，这个位置是个链接，默认将鼠标移动过来，会在浏览器的左下角显示这个链接的 URL。 此时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，点击链接，可以看到在浏览器的这个位置就会弹出一个小窗口，这个窗口可以任意拖动，虽然有滚动条，但是这个滚动条好像有一个 bug， 暂时是不能滚动的，一点就会直接将页面打。再来试一下，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，鼠标点击，这个滚动条是可以用鼠标滚轮滚动的，但是不能点击滚动。现在返回我们的 Windows 11，来说一下刚刚发布的这版 Windows 11有哪些新功能。该版本 Windows 11有一个很强很实用的更新，就是可以在任何时候直接按 Windows 加 F 快捷键截取当前画面，并打开反馈中心。用户可以反馈中心提交任何时候遇到的问题，这有利于微软快速解决用户遇到的 bug。再以 Microsoft Store 演示一下，打开 Microsoft Store， 此时按下 Windows 加 F 键，马上就可以打开反馈中心。现在用户在开始菜单或任务栏中点击某个应用时，按住 Shift 加 Control 可直接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该项。例如，直接打开 Microsoft Edge， 是没有任何提示就会打开。当我按住 Shift 加 Control 键的时候，再打开 Microsoft Edge， 就会有一个提示，这里就是在询问是否以管理员权限运行。微软正在测试更简洁的系统托盘样式，将日期和时间以缩写形式展示。设置方法也非常简单，在系统托盘的日期上点击鼠标右键，点击调整日期和时间，找到显示系统托盘中的时间和日期，点击右侧的下角标，这里可以设置显示缩写时间和日期，或者可以在系统托盘时钟中显示秒数，但这会增加笔记本电脑的耗电量，主要是针对电池。细心的朋友可以看到，
我的右下角系统托盘显示和大家的是不一样的，这只显示一个年，这个设置会相对复杂一些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视频底下留言，我会以文字的形式回复大家如何设置。